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看完高圆圆的夏装，我发现出门这么穿太高级了，中年女人可以学学，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那个一到夏天就兴奋不已的女孩，不减上 touch， 享受阳光洒落在肌肤上的那份轻盈与自由。可随着年岁渐长，再次站在镜前，反倒常常迟疑曾经钟爱的穿搭，如今却似乎不再合时宜。吊带抹胸被说是装嫩，而那些印象中的中年装束，又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老气，好像一夜之间，我们成了不知该怎么穿、怎么美的年纪。直到看到了高圆圆的街拍，45岁的她，夏天一身简约 T 恤加牛仔裤，既大方又松弛，没有繁复的装饰，却自带一种温柔沉静的气质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，原来中年女人的美，不必迎合，也无需隐藏，只需学会以恰当的方式呈现自己。我试着模仿她的穿搭风格，没想到效果意外的好，既清爽减龄，又自在得体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很多中年姐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夏日答案。试过了才知道，原来中年学高圆圆穿衣这么气质。学高圆圆穿马甲套装，职场像开了挂。很多女性到了40-50岁，在职场上还是只会穿刻板的白衬衫、黑西装，真的太死板了。可高圆圆并不会这样，你看她的这套马甲套装就很不错，V 领马甲凉快又显瘦，搭配成套的西装阔腿裤、高跟鞋，和小时候羡慕的都市丽人一模一样。如果想换种风格的话，那就像高圆圆一样，将皮包换成休闲感更强的草编包，穿露趾鞋，或者搭配蓬松的披发营造松弛感，度假穿也很合适。日常学高圆圆穿吊带裙，简约高级。说实话，我以前一直觉得中年穿吊带会和年龄不搭，直到看到了高圆圆，原来吊带也可以这么高级。但前提是我们得选款式简单、配色基础的吊带，这其中最重要还得是面料，最好把容易显廉价的蕾丝、雪纺换成高支数的亚麻、麂皮，让面料的质量加持一下，之后再用精致小巧的金属、贝母类首饰点缀一下，就非常老前锋了。旅游学高圆圆穿碎花裙，气质爆表。跟着高圆圆学穿碎花裙，在花色和搭配上下功夫。高密度和花哨艳丽型配色的大印花是一定不能选的，要穿就穿高圆圆这种抽象型图案有留白的小碎花，搭配时除了要上简下繁，还可以用皮腰带、草编帽相互呼应，原本土土的碎花裙一下就成了慵懒高级的度假风。拿捏高圆圆穿搭中的高级感，有这3个关键。关键1，夏天多穿棉麻类材质，松弛贵气。看完高圆圆的夏季穿搭后，我发现她真的很爱各种亚麻、苎麻类的服装。这类天然面料不仅舒适透气，还带着独特的纹理褶皱，穿对了绝对是气质的一大助力。你仔细观察了一下高圆圆的服装选款，就会发现，穿衬衫、外套等宽松廓形款服装时，她会选高支数苎麻，而连衣裙、阔腿裤等想越穿越软的，她又会选纤维更细的亚麻。说她是选品女王也不为过。但姐妹们发现没，高圆圆能将棉麻穿出高级感，最重要是因为她身形高挑纤细，皮肤白皙细腻，穿纹理感丰富的棉麻类服装就会显得非常有气色、贵气。棉麻的光泽感不强，如果是黄黑皮、皮肤粗糙泛红的姐妹跟着穿，就很容易被衬成村姑。
所以你要像高圆圆一样穿出不费劲的高级感。找到适合的面料才是最重要的。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面料类别？一是看肤质，黄黑皮姐妹就非常不适合纯棉、亚麻这类光泽感弱、纹理丰富和容易起皱的面料。如果能换成右边这种珠光感的丝绸缎面后，就立马高级多了。如果是皮肤容易泛红的敏感肌，可以选更亲肤的真丝、有机棉或天丝，减少和皮肤的摩擦。但干皮的姐妹，我更建议穿保湿性好的美丽奴羊毛和竹纤维面料。关键二，化繁为简，多注重服装的版型。可以看到，高圆圆日常造型都是化繁为简的，多用大色块，比起设计，更重要的是衣服的合身性。要是不顾衣服版型和做工，只会一味堆叠设计元素、颜色，只会越来越土。教姐妹们几招我私藏的选款秘籍：选上衣时，肩线落在肩骨末端，袖口能盖住腕骨的就是合身的。外套和连衣裙扣上扣子后，前襟自然垂直，要无 X 型拉扯或 V 型空隙才行。收腰要位于肋骨下缘，按这样选，衣服想不合身都很难。关键三，干净耐看的配色，多穿中性色。其实很多让人一眼就觉得特别高级大气的穿搭，配色都是简洁耐看的。高圆圆的穿搭也是这样，用到的多是大地色、黑白灰等低调理性的中性色。这类型色彩可以大面积使用，不用担心和年龄不搭或容易显黑等。选纯色款还可以用来平衡过于跳脱的彩色或图案单品，反而是中年穿左边这种高饱和艳色或大于3种色彩数量的花哨色，会非常艳俗显老。三，中年人这样学高圆圆的穿搭，多少岁都优雅迷人。第一，用中性风元素弱化穿搭中的年龄感。高圆圆的日常穿搭中，很少会出现蓬蓬裙、蝴蝶结这类具有强烈年龄标签的单品，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。事实上，带有明显年龄特征的服装虽然个性鲜明，但在实际穿搭中往往限制较多，不易驾驭，稍有不慎就容易显得用力过猛，反而削弱了气质。相比之下，像衬衫、T 恤、西裤这类中性、无灵感的基础款，不仅更包容身材变化，也更适合中年女性自在表达自我，是不易出错的安全选择。如果你特别偏好甜美或可爱风的元素，其实也不必完全舍弃，不妨借鉴高圆圆的穿搭方式，用一些带有结构感的单品来进行平衡。比如用挺阔的垫肩西装、干练的阔腿裤去中和过于柔美的细节，既保留风格又更显高级。当然，穿搭并非只有中性及安全的单一逻辑，全身上下都是纯粹中性风，虽然利落干练，但有时也会掩盖了中年女性独有的柔和与韵味。因此，更理想的方式是在这些中性基调中适当融入一丝女性化的元素。比如高圆圆在穿衬衫裙时，常通过胸部、腰部或臀部的修身剪裁来勾勒曲线美，也会选择在衬衫面料中加入一丝蕾丝或褶边细节，让造型更添温柔。而我们在日常穿搭中，也可以尝试松紧结合的方式，例如用一件廓形西装搭配修身内搭，或以基础款 T 恤搭配高跟鞋、包臀裙等具有女性特质的单品，打造松弛有度、刚柔并济的穿衣氛围。第二，在基础款中加入夏日氛围感要素。要素一，草编或手工编织感配饰点缀穿搭。平时我们觉得非常单调无趣的基础款，到了高圆圆手里就变得非常高级，有氛围感。
也是因为它用到了草编包、手工感配饰点缀，这2种配饰都自带松弛高级的老钱氛围。在我们不知道穿什么出门的时候，学它穿衬衫加小白裤，拎草编包，或上衣塞衣角配高腰裤，斜挎民族风手工编织包，艺术又遮肉，真的太好穿了。要素2：宽松剪裁加4支薄领的大胆露肤。在夏天，全身包裹度太高，闷热又死板，但也不能上下都大面积露肤，这对我们中年人来说，不仅很考验身材，还太艳俗廉价，所以我们得找到一个折中点。比如你可以选宽松剪裁的长款服装，重点就露脖领、手臂和脚踝就可以了。要是你溜肩还驼背，那就将露肤重点放到腿部，穿高开叉长裙配露脚背的鞋延长腿部线条，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法。第3，理智感与活泼元素的结合，更减龄。说到中年减龄，很多人都只会想到穿百褶短裙，多用粉色、泡泡袖等少女感元素。你会发现这样穿很容易和疲态成熟的脸蛋气质产生割裂感。要减龄，我觉得高圆圆的这种穿法更自然大气，用 70% 的无龄感或理智感单品搭配 30% 的活泼元素，这一套衬衫配宽松小白裙本来非常知性成熟，用活泼的绿色包包丝巾一叠，一下就变得很有生命力。第2套也不差，在理性的衬衫中加入活泼格纹，立马显现出清爽的少年感，你就按照自己的风格跟着穿就行。4. 高圆圆巴塞罗那旅游穿搭，白棕色系文艺女主，随性温柔。这次的西班牙之行，她的每一套穿搭都显得松弛自然，却又不失文艺与格调。白色编织吊带搭配柔软长裙，背影轻盈，像极了电影中缓缓走出的文艺女主。印花甲2件裙轻松变身为丝巾造型，搭配一双牛皮休闲鞋，比起高跟凉鞋多了几分雅痞与洒脱。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她更像是一位从容自洽的异乡旅人，自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吸引力。你或许没察觉，她的连衣裙里巧妙藏了一条丝巾，这种看似无意的穿搭小心机，恰恰流露出她对生活细节的讲究和趣味，不刻意不张扬，却总能在微小之处打动人心。海边的午后，她身穿黑色吊带，手臂在阳光下显得温润白皙，棕色百褶裙随风轻摆，背上的水桶包点缀着一个顽皮的小坠饰，仿佛诉说着她内心的自由与不羁。日常的她也常常身着简单的家居服，专注于自己的工作，没有华丽背景的衬托，也无需精致包装，只凭一份真诚与坚持，便足以令人动容。而真正让人佩服的是，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，不因年岁增长而停下脚步，不因外界喧嚣而放弃热爱。她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美的执着追求，是她从容优雅、气质永存的底气所在。从出道至今，时尚潮流一再更替，她却始终能以独到的品味和审美，在平凡单品中穿出高级质感。这份从容笃定，正是她在衣品、事业乃至人生中都始终保持鲜活的关键。她的美从不止于外表，更来自岁月打磨后的温婉、知性与松弛。在一个个静好时刻中，她把自己活成了那种只要一出现便令人安心的温柔存在。前不久的采访中，她轻描淡写地说，拍戏工作以外的社交我几乎没有，90%以上的社交对我来说都是消耗，不热衷于名利场。她更珍惜独处、旅行、看展，与内心深处那份静谧温柔对话，
而她的穿搭就像她的人，简约大气，不过分追逐潮流，却自有一份从容的高级感。即使是在旅途中，她依旧坚持 clean fit 的基础上加入恰到好处的小心思，在实穿与风格之间找到了那份专属自己的平衡，完美演绎了这个春夏最打动人心的城市度假风。80% 通勤感加 20% 度假调，是高圆圆最耐看的穿搭公式。细看高圆圆的日常穿搭，就会发现她的衣服大多是我们衣橱里就有的通勤款，条纹衬衫、极简连衣裙、阔腿西裤，色彩也多为黑、白、棕、蓝等基础色，干净利落，耐看不过时。但她的穿衣质感往往来自于对面料的精挑细选，多年来她尤其偏爱棉麻材质。刚出道时就凭这份自然质朴的气质被称为乙女神，而如今这种简约低调的材质也随着时间沉淀，愈发带出一种老前锋的松弛与内敛，仿佛与她本身融为一体。她对度假感的拿捏也十分克制，不像钟楚曦那样热衷大面积印花裙，而是在日常穿搭中仅加入少量度假元素，形成 80% 的通勤感加 20% 的度假调，既不过分张扬，也恰到好处地透出生活的温度。比如今年流行的串珠设计，她将其点缀在纯白吊带套装上，立刻增添几分波西米亚的浪漫，又或搭配如蝉一般轻薄的桑蚕丝，让串珠呈现出更沉静内敛的新中式美感，像木质香水一般悠然自持。还有镂空蕾丝元素，点缀在袖口或裙摆处，不仅带出手工的精致气息，还增加透气性，在炎热夏天里增添一份清爽呼吸感，搭配白色基调更显温柔不张扬，实穿性也更高。纯色上衣加印花半裙，优雅又不俗。很多人提到海岛穿搭，第一反应就是印花长裙，但大面积印花穿不好很容易俗气。高圆圆的方式就聪明很多，用纯色上衣搭配印花半裙，既保留了度假氛围，又不失高级感。例如基础款黑色背心搭配一片式的裹身半裙，既优雅得体，又带有松弛氛围，哪怕是通勤穿也毫不违和，兼顾美感与实用性。衬衫是她衣橱里最万能的单品，在高圆圆的穿搭里，衬衫几乎是出镜王。她对衬衫的驾驭不拘一格，随性又高级。例如用背心打底，再搭配一件宽松的衬衫，不仅轻松遮肉修饰身形，还平添几分帅气利落。就连程序员风格的格子衬衫，系在腰间也能变得时髦有型，像是为整身造型点睛。最百搭的还属那件半透明白衬衫，轻薄透气又防晒，搭配裤装或裙装都毫无违和，是整个夏天都穿不腻的白月光单品。夏天不用精心打扮也能很高级，看高圆圆就懂。其实真正的高级感从来不靠复杂的装饰和昂贵的标签堆砌，而是源于一个女人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。就像高圆圆的穿搭看似简单，却藏着分寸感与松弛感，既不过度迎合潮流，也不刻意标榜个性。我们不必追求完美，不必在高温下精雕细琢，也不需要穿得惊艳全场，只要在熟悉的基础款中加入一点灵感和温柔的小心思，哪怕只是换上一顶合适的帽子，一条飘逸的丝巾，都能让日常的自己自在又从容的美得恰到好处。其实穿搭的意义从来不仅是为了取悦目光，更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。它记录了我们从懵懂少女到成熟女人的心路历程，
也见证了我们如何在岁月中不慌不忙地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。年纪从不是一道界限，而是一道更深的风景线。真正懂得穿衣的女人，不是永远停留在过去的青春模样，而是学会在每一个年龄段都诚实地面对自己，欣赏自己，找到那个既真实又舒服的状态。就像高圆圆，她没有刻意留住年轻的影子，却在举手投足间写满了时间给予的智慧与温柔。而我们每一位中年女性也都可以如此，不争不抢，不慌不忙，把日子过成诗，把自己活成光。愿你穿的每一件衣服都像是对生活的一次温柔回应。愿你无论年岁几何，眼里都有光，心中有风，身上有属于自己的那份优雅与从容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